你这个废物，滚！伴随着愤怒的咆哮，一个5、6岁的小身影从酒楼大门飞出，在地上连翻了几个滚才停下。街上行人行色匆匆，无人驻足。小宝没信，从即时起就像商品一样被卖来卖去。他红着脸爬起来，气生生的守在门边，指望师傅能消气叫他回去，哪怕只是为了能吃到客人剩的一口肉。然而当师傅走出来时，那眼神让小宝心底一阵发凉，那是他见过无数次的将他卖掉的人才会有的冰冷目光。他明白自己又要被舍弃了。在马车穿行的街道上，地主家的苦力、挑选布匹的妇人、挎刀的官差、摇头晃脑的书生，以及那些动辄拼个你死我活的江湖客，构成了小宝眼中的残酷世间。这小子多少钱？一个黑衣包裹、眼神森冷的女人忽然停在酒楼师傅身边，师傅立刻换上一副惨相，搬出卖儿救母的俗烂说辞。黑衣女人显然听厌了，冷冷打断：闭嘴，快说多少钱。接下来的讨价还价像是一场滑稽的博弈，师傅从50两一路自杀式降价到10两，黑衣女人却始终慢悠悠的往前走，直到师傅咬牙喊出10两，女人才转身折返，一脸嫌弃的开出底价5两银子，不卖我现在就走，成交。师傅急不可耐的接过银子，丢下契书便匆匆离去。小宝被带上一辆马车，耳边回响着黑衣女人自得的嘲笑，女人嘲弄着人类的愚蠢，自诩精明。马车里挤着16个战战兢兢的孩子，一个大些的男孩悄声警告小宝，不许说话，不然晚上没饭吃。不知过了多久，城市的喧嚣消失了，黑暗中唯有急促的风声、颠簸的体感，以及窗外忽明忽暗的鬼火与凄厉的声响。小傻瓜们，滚下来！孩子们跌撞出车，顿时脸色惨白。此处竟是一片阴森的山林，有绿色的小花在白骨累累的乱葬岗上绽放。最恐怖的是，那黑衣女人现出了原形，双目冒着绿光，血盆大口占据了半张脸，下半身化作一条巨大的蛇尾，正疯狂摇摆狂笑。面对惊恐逃窜的孩子，妖人瞬间追上，满身鲜血的折返。他盯着缩成一团的雏鸟们，阴森地宣布：别怪我，是你们人类遗弃了你们，我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就像你们买肉吃一样，跟我回洞，今天我吃饱了，你们能多活一天。孩子们在妖人侍女小花的带领下，蜷缩在阴暗的溪洞，靠着半生不熟的黑土豆填饱肚子，随后在哭泣中昏睡。翌日，地狱降临，在山洞中央，妖人蛇尾一卷，当众将一名女孩子塞进大口，嚼碎骨肉的声音响彻洞府。那妖人意犹未尽，碧绿的眼珠转向一个被吓得当场尿裤子的男孩，臭烘烘的怎么吃？妖人嫌恶的吐了一口唾沫，下令将其带走洗净，明天再吃。接着，那致命的视线猛然落在了小宝身上，蛇尾无情的卷起小宝，腥臭的血盆大口近在咫尺。惊恐中，小宝竟生出一股莫名的醋意，凭什么那尿裤子的能多活一天，自己却要成为替罪羔羊？就在妖人张口欲吞的一瞬，小宝急中生智，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噗，一阵臭烘烘的气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山洞。你大爷的！黑衣女妖人怒骂着将小宝甩出洞外，显然是被那阵恶臭坏了胃口。他随即卷起另一个倒霉孩子充作替罪羊，几口便吞噬殆尽。在幽冷的水潭边，小花正按部就班的清洗食材，小宝忍着战栗抓住她的手，低声坦白自己刚才是故意舍弃尊严才换来一线生机。他哀求道：小花姐姐，求你教我怎么活下去，我不想什么都没吃过就死了。小花审视着他，问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救他。小宝一脸认真，因为姐姐你活着，你就一定有办法。这份求生的通透让小花动了容，他开出了生存的价码，必须铁石心肠，敢于收拾残骸，且绝对服从。小宝忙不迭的应下。那晚，他领到了一个热腾腾的带咸味的土豆，并在小花的指点下洗净了破烂的灰布衣服，迎来了第一个安稳觉。次日清晨，生存课正式开讲，小花教他在泥地上打滚弄脏衣物，并传授了一套诡谲的生存哲学。在洞里想活命就得少说话，活而不能不干，更不能干完，要在大人出现时表现的卖力，却又得留着明天的糊头，千万别让我端盘子，我一定会打碎的。小宝此时倒担心起了老本行。小花叹了口气，给了他一把铁锹，让他清理山门前堆积如山的尸骨。寒气渐涌，草木结霜，妖人不出洞府。小宝虽手脚发软，但在脑袋被小花用石子精准击中后，痛感驱散了恐惧。他挥动铁锹，将早已聚拢的残骸飞速扬进深坑。那份卖力的假象取悦了妖人，蛇尾摇摆着回到山洞，默认了他的有用。你想死啊？借小宝兴奋的想一举清理完，小花一记利凿敲醒了他。他言介道：若活儿干完了，没用的孩子只有被吃的份。在这迷雾笼罩、插翅难逃的荒山，每一堆尸骨都是小宝的护身符。午后，两人在阴冷的寒潭边偷得浮生半日闲。小宝用抄网在漂浮着残骸的水中忙活了一下午，竟捞到一条细窄的小鱼。入夜，妖人的晚餐照例伴随着崩溃的哭喊与血腥。小宝和小花站在一起，看着同伴被吞噬，心中除了麻木，更多了一丝幸存的激动。火堆旁，两个孩子分食了那条藏在土豆里的烤鱼，鱼肉虽少，却是小宝在这残酷世间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勇气是战胜苦难的半块敲门砖。在小花的调教下，小宝在那堆内脏旁睡了3夜，终于能麻利的收拾残骸而不觉恐惧。第8天，黑衣妖人腾空远遁，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阴云暂时散去。傻小宝，先生这一出去又得好几天，安全了。小小踢了他一脚，大笑着。4个死里逃生的小家伙聚在山涧寒潭边，劫后余生的快意在空气中流淌。闲聊中，小花吐露了惊人的往事。这已是他第3次落入妖穴，且这次是他自投罗网。他曾见过白衣胜雪、脚踏飞剑的修仙者，坚信自己的父母便是传说中的仙人。为了寻找双亲，他游走深山，摸索妖怪的习性以求存。
只为等待下一个斩妖除魔的修仙者出现，好求得一份师徒机缘。我一定要活下去，等到修仙者来杀死他，求他收我为徒。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找到我的父母。这番话让从未有过家人的小宝深受触动。当小花提出让他结伴同行时，小宝眼中蓄满了泪。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亲人的重量。他认真地叫出了小花私下的真名：仙儿姐姐。小宝从此不是一个人了。在这个冰冷的妖雪里，两个卑微的生命以此完成了无声的结拜。然而温情终究要回到现实，小小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寻找宝贝。据小花观察，常有法师和尚自诩降妖，却反被杀害。外面的残骸已被搜刮干净，唯有这深不见底、彻骨冰凉的寒潭里，还沉睡着那些能与妖人搏杀许久的高手。这些人的遗物，无论是金银还是奇珍，都是他们未来的筹码。小花毅然系上绳索，赤足踏入冰霜挂壁的潭水。1分钟后，他被拉上岸，脸色煞白，牙关打颤。他咬牙数出水下有4具尸体，打算休息片刻再下潜。小花姐姐，你脸色都青了，我去捞。小宝心疼不已，硬着头皮跳进刺骨的水中。他使了个闭眼的巧劲，不去直视那浮肿惨白的死尸，只凭触感摸索。靠着一股蛮力和同伴的协助，小宝竟奇迹般的分3次将水下的尸体全部打捞上岸。他蜷缩在火堆旁，一边吸着鼻涕烤土豆，一边听着女孩们在拐角处搜刮遗物的动静。待到土豆香气溢满山洞，小花带着一包沾着水渍的财货回来了。包裹摊开，晶莹的光芒与古怪的器物交织在一起，除了铜钱黄金，还有一口小钟、2枚玉佩、1把宝剑和1颗圆润的珠子。此外，还有几本被水浸湿的书籍和几个精致的小瓶。这不仅是死人的遗物，更是他们这群龙奴换取未来的第一笔本钱。小花看着这些东西，神色凝重地提出了分赃的提议。寒潭边的分赃也是人性的试金石。小小与小梅眼馋金银，分走了最显眼的财富。小宝对财货并无概念，全听小花的安排。最终，小花带着小宝拿走了那口敲不响的小钟、拔不出的宝剑，以及被视为废品的书籍与药瓶。在乱葬岗深处的一处隐秘洼地，小花藏好了包裹。她神色凝重地告诫小宝：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以后说话要留3分，万不可对小小那样的人掏心窝子。小宝懵懂点头，他发现比起那些精美的法器，小花更看重那些瓶瓶罐罐。小花拿着书册，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她从那女妖怪口中偷听到，这些法器因缺乏真气而无法使用，但这些秘籍与丹药或许正是说书人笔下改变命运的仙源。尽管小宝完全听不懂那些玄奥的法门，小花仍不厌其烦地教他认字，陪他盘坐。在那暗无天日的妖雪里，两人守着一堆不知真假的秘籍，开始了最初的修行尝试。转眼2年，岁月在血腥与冷漠中流逝，女妖人又带回了批批孩童。小宝不再是那个受惊的少年，他变得面无表情，指挥着新人进动，麻利地收拾着同龄人的脏器。绝望的呐喊与声泪俱下的哀求再也无法动摇他的心。这2年，他的心冷若冰霜，身体却因为当年寒潭捞尸落下了病根，时常全身大痛。在小花的照顾下，他沉默地行走在漫山遍野的尸骨间，等待着那一丝渺茫的转机。直到那一天，一名身背宝剑、白衣红纹的少年踏碎了死寂，黑衣女妖人头一次露出了惊恐与绝望。他嘶声辩解，称自己满人而食，并未违反修仙铁则。而那少年挽力树梢，甩动长发，狂妄而轻佻地大笑道：除魔未到，乃是我辈职责。今天我九华山仙剑宗墨风就要为民除害。这叫墨风的少年虽满口戏词，但本事不虚。女妖人自知嘴仗打不过，诱他进洞决战。少年毫无惧色，脚踏紫光飞剑，化作一道白影，直接杀入洞府深处。修仙者！小花尖叫一声，拉起小宝便往洞里冲。2年的苦后，成败在此一举。然而他们还没跑到水潭边，洞穴深处便传来了一阵凄厉之极的惨叫。那统治了他们2年的梦魇，似乎终于到了尽头。洞穴出口，墨风正趾高气扬地收剑入鞘，满口除恶务尽的豪言壮语。见惯了生死的小花反应极快，拉着小宝便抢到近前，口称神仙哥哥，谢过救命之恩。墨风被捧得得意忘形，一边拯救苍生，一边却也不忘叮嘱小宝去收缴战利品。蛇皮、蛇胆、尾龙角与妖丹被利索的剥离，连同此前藏在洼地里的残旧法器一并捧到了大侠面前。墨风随手一画，为获救的孩童们指引了一条下山的红光。小小与小梅背着包裹，在山腰处依依不舍地与小花作别，随众人奔向凡尘。而在残阳余晖中，仙儿、小花拉着小宝跪倒在墨风身前，哭得梨花带雨，哀求这位菩萨心肠的大侠收留2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墨风原本有些犹豫，但在窥见仙儿资质不凡后，终是虚荣心作祟，答应带他们回九华山碰碰运气。他对这小宝搜罗来的宝贝挑三拣四，冷嘲热讽。那些在凡人眼中视若珍宝的残缺法器被他斥为破烂，随手一团天火，竟将2孩子视若性命的秘籍与丹药烧了个干净。仙儿与小宝虽心疼肉跳，却也只能紧紧抱住这根救命稻草。飞剑腾空，云海翻涌，2个孩子闭目不敢直视，待落地时已置身于群山之巅的一处奇特方室。这里仙音阵阵，却又充满了烟火气，叫卖声不绝于耳。在方室的小摊位前，仙儿因羞涩而动作僵硬，小宝却拿出了当年在酒楼讨生活的圆滑劲儿，扯起嗓子推销起700年黑神内丹与蛇皮。不消片刻，几十枚发出5色光芒的低阶灵石便落入口袋。墨风一把夺走大半灵石，随手将那柄卖不出去的宝剑法器丢给小宝，作为跑腿的赏金。他还不忘威逼利诱一番，让2人统一口径，将这场猎妖之旅吹嘘成惊天动地的旷世之战。仙儿聪明伶俐，当即编出一套莫大侠孤身战万妖的英雄传奇，
听得莫风哈哈大笑。在踏入九华山宗门前，小宝将宝剑转赠给仙儿，仙儿却神色肃然，一改往日的随性，深切告诫小宝，从今往后干活不再是给人看，而是为了无愧于心，认字、悟理、修法，每一步都要走得真诚。山门前，紫色发的紫妍与蓝色发的冷诺两位守卫挡住了去路。莫风拿出了那套烂熟于心的战斗演说，口若悬河，硬是把两位门神说得头大如斗，无奈放行。踏入宗门，眼前是云烟袅袅的琼楼玉宇，耳畔是林禽翠鸣。小宝痴痴的看着这人间天庭，心里忽而想起了老辈人说的嫦娥仙子，幻想着这里是否真的会有好吃的月饼。他不知道这2年的噩梦已随风而去，而一段更为莫测的仙路正从脚下蔓延开来。莫风领着2个孩子进入左侧大殿，本想显摆一番，却被座上一位须发花白的老头骂得头冒青烟。老头斥责他仗着神剑杀些不入流的妖精，丢了老爹的脸。待莫风灰溜溜退下，老头的目光扫向2名孩童，那眼神仿佛瞬间将2人的5脏6腑乃至魂魄都彻底看穿。仙儿吓得瘫倒在地，小宝却气急败坏地护在姐姐身前，大骂这老头比蛇妖还坏。仙儿惊恐地捂住小宝的嘴，连声求饶。老头冷哼一声，当众戳穿了仙儿的谎言，2人骨龄相差50多天，绝非亲姐弟。他指出仙儿血脉中自带水系属性，是修仙后裔，而小宝则是个毫无灵性的凡夫俗子。在老头的威压下，仙儿讲述了自己模糊的记忆与小宝凄苦的身世。面对仙儿寻找双亲的宏愿，老头长叹一声，直言神州大地宗门无数，仅凭仙儿的印象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他见仙儿资质实在罕见，便破例收其为入门弟子，指望他日后能为重建九华山出力。入门弟子那一圈，这混球小子想也不要想了。老头撇着胡子，冷酷的给小宝判了死刑。他解释道，修仙看重灵根、灵骨、灵血与天赋，仙儿拥有几百万人难得一见的天灵根、蓝灵血与玉灵骨，而小宝身上连最次的下级品质都没有。老头劝小宝去外门当个杂役，待成年后娶妻生子，平淡一生。我不服，我不比任何人差。小宝红着眼眶，声嘶力竭的怒吼，他无法接受自己在一个不是自己的错的地方被打败。看着少年这种近乎偏执的倔强，老头难得露出一丝慈样，松口同意让小宝借着调理寒疾的名义，在灵气充裕的内门暂住几年。仙儿大喜过望，他趁机向老头讨教凡人逆天改命的法门。老头无奈苦笑，直言古代或许有仙草秘药可补先天不足，如今灵气匮乏，凡人修仙几乎断绝。不过他还是随手扔出一枚竹简，那是道家玄门的基础功法，先天神功，拿去研究吧，能不能成全看造化。老头言尽于此，挥手招来2名御剑弟子，空明与玄烨2名修士面无表情，带着2个孩子掠过群山雾海，将其丢在了一座辽阔的山头。2枚代表入门弟子身份的木牌落下，修士绝尘而去。小宝与仙儿握着木牌，还未来得及感叹修仙界的冷漠，便被前方3波孩子的争吵声拉回了现实。这片看似神圣的净土，底色依然是残酷的江湖。2波半大孩子正针锋相对，领头的雷同生得黑壮如牛，仗着嗓门大，怒斥对面的冷寒仗着是掌门大侄子的身份强抢小弟。另一方的冷寒却生得眉清目秀，小脸轻狂，透着股飞扬跋扈的妖娆帅气。他毫不退让的反唇相讥，嘲讽雷同上次打架成了手下败将还不认账。2人一番唇枪舌剑，雷同气得牛也圆瞪，直呼他偏爹专门围殴恃强凌弱。另一边，入门的女弟子们正聚在一起，一个梳着冲天羊角辫的女孩酷酷的把仙儿招呼了过去。仙儿面上温柔娇笑的应和着，转过身面对小宝时，却瞬间换上了一副阴厉冷肃的面孔，低声命令他立刻跑去称赞那个白脸小子，求他收做小弟。说实在的，小宝心里更中意那个黑大哥，但习惯了听仙儿话的他，还是愣呵呵的跑到冷寒跟前，硬着头皮拍起马屁，帅哥哥，你打架总赢，长得又酷，小宝太崇拜你了，收我做小弟吧。这话引得冷寒一方哄堂大笑。冷寒得意至极，借机把雷同一顿奚落，直讽他长得跟黑炭一般，吓跑了小弟，别在屋里把自己气死。雷同气得铁青着脸，怒骂小宝是个懦夫，带着一帮人骂骂咧咧的走了。气走了死对头，冷寒心情大好，随手便赏了小宝一粒闪烁着五光十色的长生不老丹。这一下，周围的小子们全炸了锅，眼冒绿光的盯着他。这可是超越人界7品的仙丹，凡人吃下不仅能凭空多出筑基期的寿元，还能定住双世年华的容貌，免去日后长老们花大把灵石延缓衰老的苦恼。听着一窝蜂的艳羡之语，小宝却吓得冷汗直流。仙儿姐姐说过，当别人极度羡慕你时，你就会因为这东西而死。他本想扔掉，转念一想，大口一张，直接把仙丹吞进了肚子。全体孩子瞬间崩溃跌倒。经此一事，小宝不仅没能凭马屁融入新集体，反而因为这天大的机缘被小伙伴们眼红排挤，连个搭理他的人都没了。第2天，趁着大家伙围着冷老大献媚，小宝一个人悄悄溜到了崖边看风景。这还是他第一次仔细打量这处仿佛被天神巨斧批评的圆形孤峰。看风景呢，记住啊，以后出来跟我打一声招呼。冷寒潇洒的踱步过来，小宝红着脸，刚想拿上厕所当借口，冷寒却轻笑着打断，坦言自己只是怕他落单被雷同欺负。小宝心下一热，正欲感动表白，冷寒却望着群山微嘲道，每个刚来的人都会溜出来看风景，不过久了你就会觉得恶心，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是在坐牢。小宝满脸错愕，他还惦记着常老话的学成下山，除暴安良的大饼，梦想着成为莫少峰那样拯救万民的大侠。谁知冷寒听完喷笑不止，咳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无情的戳破了他的幻想。你太好骗了，莫风是我表哥，他也就是从小被关到大，
最近才继承了他爹的紫薇神剑下山，什么大侠，他就是去打点宝物，赚几个零食，好去追求小爱姐姐。小宝还是对那位救命恩人满怀崇敬，忍不住好奇那把神剑的威力。冷寒耐着性子解释了一番，原来那是掌门胞弟莫星神留下，在天下飞剑中排名第4的灵宝，可惜莫星神一代大侠却被天野妖击杀，如今神剑在表哥手里连1/1000的威力都发挥不出。听闻妖魔如此厉害，小宝不禁有些害怕。冷寒却得意的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身上有父亲与掌门实力相当的冷无情亲手炼制的护身法器，站着不动也能化身猛虎，将妖魔活活咬死。看着不可一世的冷老大，小宝心生神往，站起身大笑道：老大，小宝跟你一起努力，长大后也要当御剑飞天的神仙。虽然我没有父母让我为他们骄傲，但是我却要让自己的后代为我而骄傲。话音刚落，冷寒双眼中流出几分凄凉，声音竟有些颤抖。你没有父母吗？看着小宝一身破烂的衣衫，冷寒不由分说的拉着他回去找衣服。虽然白衣飘飘不适合小宝，但他最终穿上了一套略大些的绿底白边练武袍，配上一件威风凛凛的披风，那是小宝从小到大最帅的一天。随后面对从未见过的美食大餐，他狠狠的胡吃海塞了一顿，当即小饭桶的外号便在山峰上传扬开来。入门生活半个月后，仙儿一边心疼的给小宝涂着伤药，一边生气的埋怨他不懂事，明明跟着赢了架，却总冲在最前头挨揍。小宝疼得呲牙咧嘴，委屈的辩解自己只是听他的话，在冷大少有难时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仙儿无奈的叹了口气，却也肯定了他毫不犹豫吞下长生不老丹的举动，叮嘱他继续这么帮着冷寒，日后必有更多好处。小宝揉着亲子的嘴角，憨憨的说自己并非贪图东西，而是觉得冷老大这人挺好，况且凡事靠自己努力不行吗？这几天他天天跟着老大晨跑呢。修仙之路，3分努力，7分丹药和灵地。仙儿板起脸，用一套现实又功利的法则敲打着他，让他牢记防人之心不可无，适当的保留才能换来别人心里的地位。末了，他特意交代，既然两人年纪相仿，以后便不要再叫他姐姐了。自那以后，仙儿便拿出了书本，从识字算术到盘古易经，开始对小宝进行严苛的考校与教导。小宝脑子虽笨，面对聪明伶俐的仙儿总是落于下风，但他胜在听话且勤能捕捉。在这个小圈子里，别人整日浑浑噩噩，小宝却每天清晨第一个爬起来，盘膝坐在山巅不起眼的石头上，迎着第一缕晨曦，刻苦修炼仙儿传授的基础法门先天神功。几个月后，小宝真切感受到了体内奔涌的气息。这先天神功虽无甚威力，却是最神妙的基础法门。1层随年龄增长法力，2层可打通娘胎力的时间，3层大成则无惧心魔入侵。至于第4层，因耗时耗力且终点只是随机觉醒一项吉凶未卜的天赋神通，几乎无人问津。但对小宝这个被长老随手种下的未知苗子而言，这却是仙儿指给他的唯一出路。1年半后，踢腻了阿谀奉承的冷寒因失眠早起，无意间撞破了正在苦修的小宝。冷大少一时兴起，便对他展开了狂风暴雨般的切磋。小宝毫无招架之力，被打得满地打滚。冷寒倒也不藏私，将亲爹传授的神奇招法倾囊相授。小宝学得极慢，但在日复一日的挨揍中，竟也慢吞吞的融会贯通了几层。直到3年后，他终于一举将死对头雷同打倒在地。2个11、2岁的少年并肩站在崖边，仰望天际。冷寒拍着胸脯，撺掇小宝去认他爹做干爹，以后两兄弟同姓冷，横扫天下。小宝红着脸连连摆手，直言自己花了4年半才学会那些招式，若再去学超难的法术，非把干爹气死不可，那叫堪称天下第一的绝学圣战斗法。冷寒气急反笑，无奈的纠正，他告诉小宝，世俗的拳脚功夫修仙者根本不用，真正的对决靠的是法宝和法术。他随口询问小宝，跟仙儿学了什么厉害法术没有？这一问，小宝的小脸瞬间惨白，别提了，仙儿要我练会5种，我练了这么久，就只因为晚上看星星无意练会了一个清明眼，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气哭的。冷寒喷笑出声，笑骂他笨，但看着小宝急得双眼含泪，讲义气的冷大少一咬牙，将他拉回自己的专属房间，从地砖下掏出了一瓶5彩的万年圣灵乳和一本金边小册子，这本是他爹留给他的压箱底功课，此刻却全拿来给小宝救急。册子上记载着神界各大神木法术，第1的轮回眼，第2的通灵神木，符门的无相神木，以及他爹让他练的第4名天道玄冥眼。小宝看了一圈，憨憨的指着第1的轮回眼，老大，我就学这个第1的，仙儿知道我拿了第1，一定会开心的。冷寒气的大笑，直言轮回眼练成需要万年，根本不切实际，遇到危险只有等死的份。可看着小宝那副只要仙儿开心就好的执拗憨态，冷大少眼珠一转，最终翻了个白眼妥协了。行，反正你也不爱出风头，就给你的仙儿看。冷寒深吸一口气，示意他盘膝坐好，这几百万字的法诀靠你背是不可能了，等我念动咒语，直接打入你的脑海，固守心神，看轮回眼。伴随着阵阵仙音，金色的字符化作七彩桥，从金边小册子飞快涌入小宝的眉心。小宝发现轮回眼无需刻意参悟，只需任由那些金色字符在体内运转即可。可仅仅运转了一小会儿，他苦修近10年的先天神功法力便被抽得一干二净，彻底见底。面对这号称7大层，实则每层还分1400个小关口的无底洞法诀，小宝欲哭无泪。老大，这太难练了，我的10年功力连个皮毛都没跃进。冷寒毫不意外的撇撇嘴，嫌弃他笨之余，不仅塞给他高效恢复法力的丹药，更是将那瓶需要天池万年供养、无数修仙者梦寐以求的万年圣灵乳，像不要钱似的猛然滴入小宝眉心。为了填补轮回眼这个巨大的能量黑洞，
冷大少甚至搭上了药池雪莲、六转金丹等一大堆极其珍贵的天材地宝，看得他自己都直肉疼。在庞大凌厉的狂轰滥炸下，小宝终于兴奋地大叫：老大，1400个小层终于突破了1层。2个半大孩子迫不及待地跑出屋子，找了一块天然巨石试招。只见小宝双目化为深邃的蓝色，瞳孔深处泛起6道水波纹，一股睥睨天下的摄人气势轰然散开，炙热的力量在眼中凝聚，然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巨石依旧完好无损。我靠！一向优雅高贵的冷寒惊得爆了粗口，跳脚大叫，眼神这么嚣张，居然没效果。小宝却恢复了傻呵呵的表情，跑过来认真的解释。虽然法力消耗奇快，但开启轮回眼后，入眼的一切都变慢了。他甚至能清晰的看到风的流动轨迹。他只满心欢喜的念叨着，仙儿若是知道了，定会开心。冷寒这才转怒为喜，断言这放慢速度的能力绝对是日后的杀手锏。说起小宝那能把黑大个雷同逼得吐血的恐怖饭量和异常强壮的体格，连冷寒都有些嫉妒。小宝坦言这是日夜苦练圣战斗法的结果，并劝老大一起练。天资聪慧的冷寒却摇摇头，他未来要继承宗门重任，必须顾及形象，学习无尽的绚丽法术才是他的正道。谈及未来，冷寒收起了玩世不恭，点出了同门中不可小觑的对手，拥有深远背景的萧雪琪，以及手握天下第7飞剑雷怒神剑的雷战。他郑重警告小宝，轮回眼是个连神仙都填不满的无底洞，除了仙儿，绝不能再向旁人透露半句。他劝小宝专心修炼先天神功，等长大后，他自然会找父亲帮小宝讨要法宝，兄弟俩在并肩闯荡天下。听到未来可能要各自走不同的修炼道路，小宝满脸伤感。冷寒深吸一口气，大笑着宽慰他，老天公平，只要发挥长处，早晚能成大器。2个少年在山崖前联起小手，迎风呼喊，将最纯真的友情凝成了永恒。这样的场景在此后的近10年岁月里其实并不多。转眼间，小宝在山上也度过了近10个年头，在仙儿和冷寒的帮衬，以及宗门分发的数十瓶丹丸的堆砌下，他的先天神功第1层总算摸到了点门道。他依旧每天默默苦练圣战斗法，力气长了10几倍，身体更是异于常人的结实。但无人知晓他如此拼命的真正原因。若不练这外加功夫，他幼时落下的寒疾便会在冬日发作，被山风一吹便浑身骨痛。他之所以瞒着所有人，是因为他已逐渐看清了修仙界冰冷的残酷，这本就是一条逆天真命的不归路。无数人杰为了丁点灵气和资源拼得你死我活，大道无情。他深知自己资质愚钝，实在不愿再给仙儿平添负担。对于身边仅有的2位挚友，小宝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冷寒对所有人都不计代价的好，像太阳般耀眼，却完美的让他觉得不切实际。反倒是仙儿那种整天训斥他、逼他上进的严苛，让他感到真切的踏实与安详。为了守护这2份仅有的感情，为了不成为他们的累赘，小宝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凡尘情爱，终生保持童子之身。修道之人都明白，童子之身的修炼速度远超常人，这是他练成先天神功第4重的唯一指望。他早就听懂了当年伙伴们关于练成神功会变癞蛤蟆的嘲笑，也明白没人愿意用最璀璨的青春去死磕枯燥的大道，熬到老掉牙再去追寻一场虚无的幻梦。但他不怕，每想到那颗让他平白多了3生3世寿命、容颜不老的极品仙丹，想到这颗丹药让他被同伴孤立了整整10年，小宝都会忍不住苦笑。有得必有失，这漫长无涯、注定孤独的求道之路，似乎从他吞下仙丹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18岁生日刚过，仙儿便结束了对小宝的全部刻意考校。他面色凝重地递过一张纸条，不容置疑地吩咐，3天后的拜师大典上，必须拜飞元地仙为师。小宝穿着绿底白边练武袍，大吃一惊。这飞元地仙虽是1000年前门派灭门惨案的幸存者，却是个出了名的老混子，平日里浑浑噩噩，只知吃喝，徒弟们全被他打发去偷酒摸食，连个法宝都不给。仙儿却冷笑反问，以小宝的资质，拜那些平庸长辈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倒不如紧跟成功者的脚步。更重要的是，飞元地仙门下有一门上古绝学九阳神功，配合金刚护体神功，这不仅契合小宝强悍的体魄，更是唯一能根治他体内寒疾的法门。说到此处，仙儿竟控制不住地泪流满面，他哭着倾诉压抑多年的愧疚。若不是当初他为了财宝，不择手段的逼小宝一次次潜入寒潭，小宝绝不会落下这身病根。他甚至坦白了更残酷的真相，九阳神功根本不适合如今资源贫瘠的世界，小宝此生最多只能止步于御剑期，绝无结丹的可能。他之所以这么选，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眼睁睁看着他寿元耗尽而老死，宁愿在300年后决然分离。面对这残酷的宣判，小宝却一脸茫然，他压根不懂什么境界之分，只憨憨的惊叹自己居然能活300年，那该能吃遍多少天下美食。他非但没有怨恨，反而笑着宽慰仙儿，说自己这条命本就是他救的，活着的每一天都是赚来的。仙儿被他气得破涕为笑，笑骂他颇有当和尚的潜质。随后他详细梳理了九华山九峰的格局，约定好自己去海天峰，让小宝在逍遥峰好好待着，日后学会御剑再相聚。3天后，拜师大典如期在主峰镇阳峰举行。千石广场上一眼望不到边，天上飞剑法宝异兽穿梭不息，仙家气派尽显。就在这人声鼎沸中，2道熟悉的声音让小宝和仙儿惊喜万分，竟是当年失散的小梅和小小。2个女孩手挽着手跑来，古灵精怪的小道斗子般说起了这些年的遭遇。家里遭了变故后，2人靠着当初留下的盘缠，一路颠簸寻到九华山。他们在山门迷雾前死死跪了1天1夜，
这才感动了仙人，被收入门墙。这一路上，贪财的小小甚至为了护着小梅，硬生生挨了坏人一刀。仙儿听得动容，满怀歉意的向小小道歉，坦言当初只看到了他贪财的一面，没想到他竟如此有情义。小小得意的扬起下巴，大方承认自己就是爱钱，但也同样珍惜姐妹情谊。故友重逢，免不了一番叽叽喳喳的法术大比拼。小小得意的宣布自己已学会7种法术，连小梅都会了4种。这无情的事实再次把只憋出一个法术的小宝衬成了垫底。笑闹过后，几个少年在广场上定下了未来的约定。小小去天道峰钻研奇门遁甲，小梅去紫竹峰，众人相约各自努力，待长大后再一起笑傲山水，斩妖除魔。正当4个少年欢聚时，山顶大殿的剧中连响3声，冷寒满脸不舍地走过来，将一个小盒子塞进小宝怀里，还没来得及好好道别，他便被一名卑贱男子匆匆引向大殿。广场上那些被高人早早相中的天之骄子们纷纷被接走，小宝将盒子紧紧揣在怀里，望着老大的背影暗暗发誓，唯有拼命努力，未来才有希望重新站到他们的身边。钟声落罢，数百名气势渊庭跃质的高手如天神降临，整齐划一地立于广场，各自暂开招收弟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小小和小梅。仙儿拉着小宝转悠了半天，最终在一个偏僻角落停在了一个横眉怒目、身高2米的巨汉面前。面对战战兢兢的小宝，巨汉像拎猴崽子一样将他一把提起，大嗓门震耳欲聋：“小子有眼光，俺答应了，磕头免了，以后你天地君亲师一概不用跪。”就在周围人同情小宝拜了个粗人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个容貌极佳的女孩子领着一大群女弟子呼啦啦的跪了一地，齐声高呼拜见飞猿师傅。这一下引发了羊群效应，100多个孩子蜂拥而至，全成了巨汉的徒弟。巨汉非但没高兴，反而拧着2条粗眉破口大骂，直呼这些躲避家族仇杀的小鬼是要把他的清修之地变成风花雪月的烟花巷。但碍于师门规矩，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拜师大典一结束，元飞地仙直接施展小挪移之法，将众人带回了一处宽阔的山洞。面对新徒弟们叽叽喳喳的崇拜和马屁，这位奇葩师傅只是扯着嗓子宣布了规矩：外围4方山谷自己找地方住，吃饭自己解决，想修炼就去北边摩天崖的石壁上自己悟。说完一句后会无期，便嗖的凭空消失，此后数年竟再未露面。师傅跑了，烂摊子还得有人管。就因为早入门了1分钟，小宝被众人硬推上了大师兄的宝座，他只能硬着头皮将223个小弟子编成22个小队，轮流做饭站岗。而他与2位负责后勤的师妹云瑶、云乔则排在轮值之外，统管大局。分配完任务，小宝一口气跑到了自己分到的修炼地。这地方因为入口只有1尺多高，需钻洞爬行，被师弟师妹们嫌弃不雅。他这个当师兄的便主动接了盘。可当他匍匐爬过10多米的山洞后，眼前却豁然开朗，竟是一个4周绝壁的清幽内谷。这里不仅有错落的小田地、飞流的纯净瀑布和清澈水潭，还有一间带木台的雅致茅屋。颤抖着推开茅屋的门，看着里面一应俱全的床铺、茶具、书桌和衣柜，小宝忽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他哭得酣畅淋漓，家，他终于有家了。对于一个从小被卖来卖去如浮萍般的孩子来说，这方小小的天地足以让他用生命去守护。他流着泪铺好被褥，将小屋擦得一尘不染，随后痛快地跳进水潭里游了个自认为最帅的狗刨。这一觉睡得极美，小宝甚至在梦中感觉到体内那练了10年的先天神功竟被一股强大的法力推动，自行运转了几个大周天。次日清晨，为了不弄脏衣服，小宝利用前辈留在洞口的轨道和滑轮车，一溜烟滑出了山谷，赶去和大家吃了第1顿早饭。饭后，小宝带领众人前往摩天崖，然而崖壁上根本没有仙儿所说的9阳神功，只有一些他一直学不会的5行小法术和奇门招数。大失所望之下，小宝索性盘膝坐下，继续修炼自己的先天神功。谁知这一次，周身流转的真气竟带着一种奇妙的炙热与阳光之气，每冲过一处大穴，便如万马奔腾的生力军般越战越勇，所向无敌。这奇妙的进展让小宝彻底沉迷其中。那天，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下，他一口气干掉了8碗米饭，下午又第一个跑去修炼，晚上甚至是被硬架回去的。看着这位饭量惊人又是个武痴的大师兄，小师弟师妹们都不禁乐了。跟大师兄一起吃饭可真是太香了。夜里修炼完毕的小宝回到小茅屋，却浑身发热，怎么也睡不着。跳进水潭降温无果，他索性冲到大石头上，虎虎生风的打了足足3个小时的圣战斗法，这才精疲力尽的睡去。直到次日清晨，他才察觉到昨夜这股神妙异常、令人进步神速的法力源头，竟是临别前冷寒塞给他的那个小盒子。心情复杂的打开盒子，里面静静躺着一只浑然天成、镶嵌着七彩宝石的相思镯，以及一封亲笔信。信中冷寒字字剖白，他满含愧疚的向小宝道歉，自责当年因为自己不懂事，随手送出的长生不老丹让小宝遭受了整整10年的白眼与孤立。他也坦言，这件能源不断生成法力的法宝级手镯没能早点拿出来，一半是怕小宝再遭人嫉恨，一半也是出于自己不舍得宝物的私心。但在真正面临生离死别的那一刻，这位冷大少终于恍然大悟，什么宝物都比不上这10年的兄弟情分。他以离别的心痛起誓，未来必定拼命变强，不再让兄弟长受这分离之苦，泪水无声的打湿了信纸。小宝心中的那一丝抑郁与彷徨烟消云散。从前他总想着怎么报恩，现在他明白了，老大的情分是还不完的，以后自己这条命就是老大的。他默默戴上相思镯，霎时间一股惊天动地的法力威压涌入4肢百骸，在手镯源源不断的生成之力下，
他不仅瞬间冲破了先天神功迟迟无法跨越的关卡，体内12年的先天道行更被完完整整的转化为了纯正的玄门气息。6个时辰后，小宝终于体会到了修仙者梦寐以求的极致境界，法力充盈，全身再无寸进的余地。他索性分出一部分力量稳固道行，将剩下庞大的法力如洪水般倾注进脑海中轮回眼那个无底洞里。一个鲤鱼打挺跃下床，小宝推开门，却被外面的阵仗吓了一跳。只见师弟师妹们全挤在谷里，满脸惊恐的徘徊着。一问才知道，他昨夜闭关时，整个屋子采光四射，谁靠近一步，连衣服都会被烧着。大伙还以为他走火入魔了。小宝心中一暖，连声笑着安抚众人。虚惊一场后，大部队喜哄哄的准备去吃午饭。二师姐云瑶却落在了后面，看着小宝一尘不染的屋子和杂草丛生的院子，他哭笑不得的建议大师兄赶紧把院子开垦出来，种上灵草。见小宝对修仙常识一窍不通，云瑶只能无奈的给他补课。原来修仙分为从炼气、筑基到天人等10个境界，这是一条与天争命的死路，每突破一层，寿元才会成倍增加。炼气期与凡人无异，御剑期能活300年，结丹500年，若是修到天人期，便能有5000年的悠长寿命。一旦在寿元耗尽前无法突破，等待修仙者的就只有老死。因此，为了在有限的寿命里换取足够的保命资源，修仙者必须掌握炼丹、制符、阵法等手艺去赚取灵石。而种灵草不仅能让居住地灵气浓郁，事半功倍，等年份久了，更是换取灵石突破境界的重要底牌。云瑶还道出了他们拜入飞元地仙门下的隐情。他们家族与鬼门宗是死敌，但这位法力通天却极其护短的奇葩师傅，就是为了躲避仇家。虽然师傅不管事，但这也让他们免去了大门派里繁重的杂役任务，得以在这片宽阔的地盘上自由自在的修炼。这番话让小宝恍然大悟，难怪大家都这么拼命。当晚吃过饭，练了一天的他在灯下捧起了前人留下的各种仙草典籍。不过他对那些清雅出尘的花草毫无兴趣，只一门心思的盯着书上最珍贵、最值钱的玉和药草看，美滋滋的核对着前人遗留的种子，幻想着未来的大丰收。最后他将一天积攒的多余法力再次喂进轮回眼，带着对未来的期盼沉沉睡去。几天后的傍晚，小宝坐在木台上，看着院子里一群忙碌的师弟师妹，不禁纳闷他们怎么不去忙自己的事。一旁娇憨的云桥笑嘻嘻的起了货，大家穷的连买种子的临时都没有，早就干完了杂活，加上摩天崖上的入门道法大家早已学会，实在闲得无聊，便跑来帮大师兄干活，顺便惦记着后院果树上的桃子。相比云桥的没心没肺，云瑶却望着人群满脸愁云，他长叹一声，担忧师傅不在，大家若一直学不到高深功法，迟早会像过去的前辈们那样各奔东西。这话戳中了小宝的痛处，他回想起自己与水仙老大分离的痛苦，猛地站起身，眼神坚定地做出了决断，当断则断，若不想长寿分离的痛，我们就必须把力量集中起来。第二天一早，小宝将200多个孩子全数召集在广场上，面对这群迷茫的同门，平日里憨厚的小宝罕见地展现出了老大的做派。他深吸一口气，大声宣告了自己的决定。为了不让这个家散掉，为了将来有能力保护彼此，他提议大家打破门派之见，将各自家族带来的修炼功法全都捐出来，共同参详。为了鼓励大家，他还设立了按贡献重排师兄姐名次的奖励机制。这一番朴实却真挚的演说，瞬间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我不要和大家分开，我要当排名前10的师姐。在云瑶等人的带头下，200多人竟凑出了45部功法，大家喜气洋洋的将书册分门别类的摆进设了禁制的山洞。小宝还细心的排好了轮流预览的班次。然而当清点完所有人凑出的家底时，云瑶的小脸却气绿了。除了几件破铜烂铁般的法器、农具和几10粒普通冲关丹药，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云桥的一件法宝千虫伞。这点可怜的资源，想要供养200多个修仙者，简直是痴人说梦。看着抓狂的师妹，小宝却依然沉稳的笑着，缓缓抛出了自己的谋划。山谷外不远就是逍遥峰总部，他们完全可以靠采集草药、抓捕西线鲈鱼去换取修炼物资，偶尔还能接些外包杂活，慢慢积攒家底，再着重培养几个有手艺的同门，这日子自然就过起来了。这番条理清晰、目光长远的谋略，不仅惊呆了云家姐妹，连小宝自己都吓了一跳。直到此刻，他才惊觉，水仙10多年的言传身教，以及冷寒民那种完美首领的潜移默化，早已将他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领头人。从这天起，那个被戏称为大饭桶的大师兄，真正成了这群孩子心中睿智英明的主心骨。安顿好一切后，小宝将大部分普通种子分发给了大家，却悄悄藏起了最珍贵的6盒种子。受了10年排挤的他，太懂得财不露白的道理了，这连同他的相思灼和轮回眼一样，成了必须死守的秘密。日子在平淡的修炼中飞快流逝，为了落实采药赚钱的计划，大家硬生生逼着记忆力最好的师妹李彤彤，在1个月内背下了一整本厚厚的草药图鉴。随后，小宝便浩浩荡荡地组织了一场采药大军。这支队伍奇葩无比，背筐的、扛帐篷的、拿镰刀的，还有2个只会包扎的小医生和4个背大铁锅的虎头军。大伙甚至不清楚这趟任务有多艰辛，只当是跟着大师兄去春游。2天后，一行人在一处避风的山坳里安营扎寨，小宝留下一部分人做饭，带着其余人簇拥着李彤彤漫山遍野的搜刮。傍晚时分，山坳里热闹非凡，有兴奋举着珍贵红草的，有捧着寻常草药的，甚至还有憨憨的小胖子只采了一筐野蘑菇。而火头军们更是得意洋洋地展示着捡来的地皮菜，嚷嚷着晚上炒鸡蛋。不管带回来的是仙草还是野菜，小宝都毫不吝啬地给予夸奖。在这个说是修仙却更像凡俗的小群体里，小宝正用他那不算宽阔的背影，努力让每一位同门都笑得开怀。炊烟袅袅，小宝俨然一副小当家的做派，
带着200多号师弟妹们过起了日子。临近新年，小宝组织大家去西涧捕鱼，深知寒疾之苦的他，展现出了大师兄不容置疑的威严。严厉女孩和功法偏阴的弟子只许在岸上接应，只带着不怕冷的纯阳法力男孩下水赶鱼。冰冷的溪水中，几十个男孩热血沸腾的将鱼群往里轰。这一趟大丰收，不仅捞了30筐西涧鲤鱼和珍贵的鲈鱼，还挖到了一只百年人参。在逍遥峰一场火爆的新年集市上，这些物资竟换回了76颗低阶灵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师弟妹们全炸了锅，吵着要好吃的和新衣服。小宝颇感无奈，只得将灵石全数换成布匹、年货、仙草种子和冲冠灵药，平分给大家。看着同门们喜气洋洋的过年，小宝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他这个大师兄忙活半天，兜里依旧空空如也，连买支笔写春联的钱都没留下。不过这一趟集市也让小宝嗅到了商机，修仙者拉不下身段去写的春联、画的门神，以及永远供不应求的美酒，都是生财之道。春暖花开时，小宝独自溜进后山，仗着绝佳的身法，第4次将群猴酿造的猴儿酒洗劫一空。买好赃物后，他良心发现般的苦笑了2声，暗自决定冬天多往地窖存些果子喂猴，全当补偿。自打发现了自己的经商头脑，他便琢磨着做个倒买倒卖的商人，只要赚足了钱，想要的法宝和丹药自然就有了。这可比没日没夜的苦修轻松多了。这期间，200多人的修炼也步入了正轨，大家集思广益，将那45步功法融合成6套适合大众的法诀。没多久，师弟妹们便纷纷练出了火球、冰锥。相比之下，小宝却对自己的先天神功倍感失落。这门道家根基法门固然神妙，可动辄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苦修才能突破一层。若不是靠着圣战斗法练就了一身无敌神力，能在掰手腕时玩虐所有师弟找回点面子，他真要郁闷死了。又到年底，小宝如法炮制，不仅卖鱼充作公费，还亲自上阵卖起了自己苦练的字画。他将洗劫来的16坛猴儿酒高价抛售了15坛，只偷偷留了大半坛精华深埋地下等升值。分红时，大家嚷嚷着要门派统一批发的白衣道服。小宝心里腹诽这破衣服除了防雨毫无防御力，但看着没分到衣服的师弟妹们满脸失落，他还是硬着头皮承诺明年一定配齐。一番倒腾后，他用仅剩的10块低阶灵石换了1块中阶灵石，小心翼翼地藏好，算作自己第一笔私房钱。时光荏苒，小宝信守承诺，连着几个冬天给猴群送果子，最终换来了猴群春季不再攻击他的默契。转眼间来到山谷已有6年，小宝褪去了稚气，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眉清目秀的英武少年。这6年里，他这个大师兄当的可谓殚精竭虑。第2年、第3年，他给所有人配齐了内门弟子的服饰；第4年、第5年，又给每人置办了一把低阶飞剑。虽然没人能御剑，但这却是玄门正宗的招牌，总算免去了巡查弟子无数的白眼与盘查。第6年，他又为大家收购了一批冲关的低阶灵丹。表面上看，他和小分队里的任何人一样平凡，用着毫无出彩之处的制式物品，但谁也不知道，在那温润谦和的外表下，他不仅有着相思灼日夜滋养法力，司库里更悄悄攒下了3块中阶灵石、8块低阶灵石，以及那4坛半越陈越香的极品猴儿酒。到了第7年，长大的小宝和师弟妹们终于明白，那些年能靠凡俗的鱼和字画换来几百人的装备，全仗逍遥峰长辈们的暗中可怜与扶照。修仙界的物品绝非人间凡物可以衡量，自尊心让他们再也拉不下脸去摆摊，山谷的收入随之锐减。尽管小宝还是掏空积蓄给大家置办了新年礼物，但一股无形的沉闷气氛已在众人间弥漫开来。15年了，小宝的先天神功依旧未破一层。看着师弟妹们日渐成熟的容貌，以及他们时不时离谷求学却遭人冷眼嘲讽的背影，小宝心中不仅怨恨那不负责任的师傅，更生出一种深深的恐惧。夜深人静时，他会在山谷内疯狂大吼，害怕最终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当想要成功的渴望与呼吸的本能对等时，小宝下达了死命令，全体苦练剑法。师弟妹们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可看着他们在空地上白衣飘飘，有说有笑的舞剑，小宝却气不打一处来。这群从小受修仙文化熏陶的孩子，大多面色白净，身体孱弱，连一些男孩子都透着一股阴柔的脂粉气。这种温室里的花朵，遇到狼一般凶狠的敌人，绝对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必须逼出他们的血性。一次被蜜蜂叮咬的经历，让小宝萌生了一个极其残忍的计划。那天早晨，小宝像盯着待宰羔羊般死死盯着众人，严厉阴沉的眼神吓得师弟妹们心惊胆战，还以为大师兄走火入魔了。他不顾众人的哀嚎，冷笑着宣布要传授一套全凭自己体会的绝世武学狂风剑法。随后，他严令所有人脱下带有防御阵法的宗门服饰，将这群心惊胆战的孩子带到了后山的树林里。毫无征兆的，小宝猛然拔剑，刷刷几下，便将树上一个水缸大小的马蜂窝斩成3截。200多人瞬间崩溃，漫天的马蜂黑压压的扑来，女孩子们被蛰得惨嚎连连，所有人全无斗志，抱头鼠窜，都叫唤个屁。小宝置身于蜂群最密集的中心，一边疯狂挥剑劈砍，一边声嘶力竭的怒吼：如果连身边人都保护不了，活着有什么劲？感受这份痛，拔出你们的剑，让那些骂我们是野孩子、看不起我们的白痴们通通颤抖吧！这番带着血泪的怒吼，终于点燃了少年们的血性。杀！200多个半大孩子红了眼，拔剑的拔剑，抡棍的抡棍，甚至有人一边抽自己耳光，一边施展法术。苦战了几个小时，漫天的大马蜂终被全歼。直到这一刻，瘫倒在草地上的他们，才真正理解了坚守2字的残酷重量。回到大厅，全员肿成了猪头。云家姐妹哭笑不得的指出，原来这不是疯狂，而是蜜蜂的疯。伤得最重的小宝却顶着一张猪头脸，傻呵呵的宣布，以后这是保留节目，
必须练到全员用剑杀光马蜂，且毫发无伤才算过关。为了防止有人当逃兵，小宝还发明了反省小板凳，谁敢退缩，就必须坐在大厅中央那个简陋的小板凳上，在200多道恨铁不成钢的目光中念检讨。管你平时有什么高手气势，坐上去都会变成受气包。在这种铁外与魔鬼训练下，2年后，大家从最初的抱头鼠窜，渐渐练出了凌厉的隔空剑气，直到连最笨的小师妹都能在蜂群中毫发无伤时，整个山谷沸腾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一个夜晚，小宝本想找最为睿智的云瑶商讨未来的出路，可还没等他开口，云瑶便抢先望向他，满脸幸福而坚定地说道：大师兄，无论你要怎么做，我们都支持你。是去降妖伏魔，我们不怕死；是去人间享受天伦之乐，我们陪着你。就算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看着眼前生死相随的同门，小宝暗暗发誓，如果天空下一场雨能救回这群师弟妹，他情愿在凄风冷雨中，千年万年的含笑体会着蚀骨的微甜。